结婚前，我小舅子欠了天下赌债，我的未婚妻跟丈夫哭求帮他们还这赌债。我当时以为可以真心换真心，他们会跟我好好过日子，没想到婚前才从18万8改成88万8，我的老婆才选择装迷作傻。我今天不吃这个。平平，平平，你看，我要升职公司副总了，马上就能攒够首付钱买婚房了。太好了！哎呦呦，不愧是我亲自选的好女婿啊，果然没让我失望。当上这副总之后，一月能开多少钱？这个呀，这个应该要等人事任命那边出通知才能知道。啊，哎呀，好女婿，我跟你说啊，就昨天在我们老家隔壁那女儿结婚，哎呀，66万的彩礼呀，那钞票来着，哎呀，像山一样的，哎呀，别提有多风光了。那个女婿，你肯定不会让我们家平平背着村姑给下去的，一定会拿出更多的诚意的。那个，婚书，婚书。88万！妈，咱们不是说好了，彩礼是18万8呀？亲爱的，你马上就是大老板了，跟我妈一个农村人讨价还价，传出去别人不得说你抠门啊？不是，平平，这是88万，它不是88块啊！我一个月工资才8000块，我一个月供咱们吃饭，房租就要花掉一半，我哪来那么多钱啊？钱，你就太老实了。他要是真在乎你，砸锅卖铁也能把这钱给透出来。没钱，你没钱，你结什么婚呢？你嫌贵是吧？啊，行，把这协议拆了，我替我姐做主，我陈天赐8000块钱零头给你抹了。那个好女婿，你听妈跟你说啊，你看啊，这个天赐呢是平平的亲弟弟，那以后不就是你的亲弟弟吗？你说那能让你吃亏吗？是不是？你看啊，那个妈这张卡里有10万块钱，可是妈这一辈子攒了10多年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你做手动。然后这房本上加上天赐的名字，多分呢10万啊！我那房子500万啊！你出10万就想把你儿子名字加上去啊？你的一家人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吧！妈，别哭了，行了。别哭了，人家呀精明着呢。这还看我姐身子，
你说弟弟沾不着光，岳母拿不到钱，全是哎呀，全他一个人占了。许诺，你挣得多，能力强，你富大头，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你这么技巧，你娶我穷人家的女儿做什么？你去娶那些富家千金啊？还是说，你一直都没把我当自己人，你在防着我呢？算了，婚房加上陈金次的名字，倒是标注一下金次的名字，问题也不大。这是什么？我妈说那些也不过是想给我活口一份保障罢了。许诺，你把这个签了，我心里就踏实。明天我们就去领证。还磨蹭什么呢？赶紧签了！你只要把这个签了，你追求我几10年的梦想就可以实现了。啊，签了！人心不足蛇吞象。既然你们想无止境的吸我的血，榨干我的价值，那我就让你们这辈子为了这份贪婪后悔终生。好，我签。这就对了嘛！你说这字要是一签呢，咱不就是一家人了吗？以后啊，这咱们家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的。对呀，这才像个男人嘛！你说你刚才娘们唧唧的干什么？冰冰，妈，我明天就去银行签购房合同。啊！慢点，你再来一杯。萍萍，你们家提的要求会不会太过分了？我的青春，我的身体全搭进去了。他要不给房子，不给彩礼，不签协议，我图什么？可是他赚钱也不容易啊。淘淘，你傻呀？他马上就要升职加薪了，好处不握在自己手里，难道留给外面的狐狸精了？哎呀，放心吧，他最怕我哭了，好拿捏得很。可是你，今夜全场消费由陈萍女士买单。又是一份证据到手。陈萍，你不是觉得我好拿捏吗？这么讲，我会让你和你那一家子为自己的理想全款买单。你别太放在心上。萍萍她有点喝多了。你放心，我不会被他们的贪婪击垮，我也没那么脆弱。其实那个警察同志，我儿子是好孩子，你们误会了，他肯定不能干出那事。警察，你儿子管不住自己下半身，找失足少女的时候被我们抓个正着。不过看他是初犯，罚款5000，赶紧把钱交了。
拖大腿，别整我。先把罚款交了，把天赐带回家再说。你还要再说？许诺的人呢？这眼下都火烧眉毛了，你这个当姐夫的不上心，你倒是想看着我儿子这辈子被毁了，他才高兴吗？妈，你别急，我现在就给许诺打电话，这笔钱必须他来交。果不其然，又想让我来擦屁。陈平，你们全家可真不拿我当外人。今天晚上你天赐哥，好好爽爽。好乖呀，哥。只是你绝对想你弟弟平昌就是我举报的。许诺，你怎么才来啊？老公，你别生气了，我知道，让你10万火急的锅了，放下一切，是我不对，我给你道歉。可他是我弟弟啊！要是我们婚礼的时候，他还被拘在执法所里，错过了我们的婚礼，我要遗憾一辈子的。就是这姐夫，你也不想想，到时候亲朋好友来咱们家，怎么看咱们这家？怎么看你这个当你姐夫的？那个女婿啊，你说要是耽误了婚礼，那咱们老陈家的脸可就丢尽了。你说你也不想眼睁睁的看着萍萍留下一辈子的遗憾吧？他赌博欠了50多万，我1个月工资才8000，你让我拿什么救啊？许诺，我求你救救他吧，我就这一个弟弟呀，他要是有个3长2短，我也没法活了。许诺，天赐赌博可全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呀！要不是因为你只能挣个3瓜2枣，天赐怎么可能进赌？他还不是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许诺，我告诉你，我儿子今天要是因为你少了1根汗毛，你这辈子别想娶我女儿。曾经无可奈何的吸血鬼，现在看来不过是一群欺软怕硬的软蛋。既然你们反反复复只会道德绑架这一招，那接下来就该轮到我反击了。不好意思，这笔钱我1分都不收。那你疯了！他可是你的小舅子，你马上就要跟萍萍结婚了，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你能不能别再闹了？不就5000块钱吗？你帮天赐一次怎么了？我的钱要留着付彩礼、买婚房，没有闲钱给他填窟窿。那你他妈！况且啊，既然犯了错，就要受点惩。既然你有钱买车，想必你应该有积蓄，可以自己付房吧？妈，别杀我！妈，别杀我！才这个压力就受不了了？要你们命的可还在后头。我去银行还有点事儿，没时间继续在这儿陪你们玩母慈子孝的游戏。有本事你们自己赎他出来。许诺先生，根据公证，这套婚房所有的贷款将全部转移到房屋所有人陈萍女士以及共同还款人陈天赐先生名下，您本人将不再承担任何还款。但是，根据我行对他们2人经济能力的评估，还款极其困难。一旦断体，您老婆全家不仅会流落街头，并且还会背上1000万元的赔金。确定吗？我要的
就是让他们负债千万，无家可归。好的，许先生。许诺，你要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你跟萍萍的婚事我真答应。我女儿真是看错了人，怎么就看上了你这么个无情无义的白眼狼？对，你之前在执法局见死不救，分明就是记恨我之前替彩礼的事吧？你好狠毒的心呐你！许诺，你别走，你难道不在乎我们的婚事了吗？婚事，在你们提出那一切不平等条约，恨不得把我敲骨吸髓、吃干抹净的那一刻，我们之间就不可能结婚了。不过我看在你对我姐之前一片真心的份上，我可以之前的事儿不跟你一般计较，给你个弥补错误的机会，立刻给我买一辆最豪华的车，婚后给我代步一回，这样我可以勉为其难带你娶我姐。对，等新房落成，天赐就开着他的新车去接他刚谈的女朋友在家里吃饭，这不也是长了你许诺的？许诺，你就答应嘛，就当补偿一下天赐。既然你们依依不饶，那我就满足你们。我这儿就一张信用卡。我这，你看你瞅着这样多好啊！我这一百八喝，只不过是在你姐的名下，没事，这可是你自己找死。等一下，天赐的补偿是有了，那萍萍的呢？为了捞天赐出了，萍萍把你送给她那些名贵包包全都卖了，你知道你心里有多委屈吗？那个，你说吧，妈也不跟你要钱了，那样显得生分呐。那个，这个新房装修的钱呐，就多加上那么一点点，按最高标准100万来装修。你是不是魔怔了？要完彩礼要房子，要完房子又要车子，现在又跟我要100万的装修费，怎么，真把自己当有钱人？许诺，你别忘了，萍萍为了你这些年受了多少委屈，给她点补偿，天经地义。你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呀？你想饿死我们不成啊？妈，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也是为了工作嘛。何其可笑！装模作样的人，到了他们嘴里，居然就成了呕心沥血的付出。妈，你也别生气，许诺他心里有我，肯定会答应的。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这装修的钱呢，让天赐刷刚刚的账，但你必须及时还。要是装修停了，你跟萍萍的婚事就彻底取消。那就取消吧，我和你们说过，我1分钱都不会再给你。给你脸你就接着，要不要？随便你怎么玩。公司要外派我出差3个月，等婚房样板弄贴我再回来，咱们好好做个团。许诺，你把话不如说清楚，你今天别想走你！哎呀，你拦我干啥？人都要没影了！妈，让他走，他在那儿装呢，装这么强硬，就是想逼我们服软。你说的没错，这十里八村的谁不知道啊？他许诺呀，爱惨了你！我就不相信呐，他真的舍得取消婚事。妈，这男人啊，谁还没点脾气啊？等以后我跟他结了婚，稍微哄着点他，给他尝点甜头，别说装修款了，整个家那还不都是我们的了？还是我想错了。等许诺出差回呀，
就让他给我乖乖的服软。欣欣呐，还带你见见咱家真正的实力。这以后啊，咱们就是住在这高档小区、豪华大平层的人了。亲戚们见了咱们呢，必须得高看一眼。我早就看三舅老爷那势利眼不顺眼了，今年过年我让他来咱家好好看看，什么叫做出人头地。哎呦我去！哎我靠！这7万块的大爽也太爽了吧！妈，这个主让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让给他住，这也太糟的好东西了呀！天赐哥，那我呢？我以后是不是也能让许诺给我买东西啊？那当然，他花钱买房装修，到最后不还是乖乖让我们也挑房间吗？哎呀，欣欣呐，你听阿姨跟你说啊，咱们要啥，他就得给买啥。不仅呐，这房子还有这车子是咱们的，就连他许诺那个人都是咱们家的摇钱树。这都快12点了，说好一起看房子，许诺的人怎么还没来呀？你急什么呀，妈？他呀，肯定是买钻戒去了。你想想，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才求来这桩婚事，肯定要当场求婚，把事情做全了才放心嘛。还是我儿子说的对，就以他那个性子啊，怎么可能多让我们等1分钟？萍萍，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啊！钻戒要买最大个的，要是配不上你的身份，我跟他没完。好，妈。求婚，你们可真敢想啊！我确实有礼物要送给你们，不过对你们而言，是你们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惊喜。孩子，叔叔们带你回家。怎么回事？他明明说今天要回来的，他在干嘛？哎呀，姐，你管他做什么呀？反正车房现在都在咱们手里面，他来不来？他不来啊，更好。那我去上班了。去吧你。肯定是许诺的惊喜礼物到了，我去开门。许诺，算你是。你们找谁？谁叫陈平、陈天赐啊？啊，我这是。你们有什么事？这套房子贷款逾期啊，我是来收房的。你说什么？收房？走错地方了吧？我们这可没人欠银行的钱。没搞错啊，就是这套。和润豪庭5栋3602。这怎么可能？这房子是我未来女婿买的，马上就要跟我女儿结婚了。说谁呀？还来我家招摇撞骗！赶紧给我滚！来。小子，我劝你说话的时候嘴好看一点。这个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房屋所有人陈平、陈天赐贷款逾期，要补齐罚款，要收收租。什么？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明明是他许诺买的房，这贷款怎么会在我们名下？动手！我不管你认识什么许诺还是张诺，我只知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再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去处理。我不管你们是去借，还是去卖车，还是卖肾，我今天必须考钱。如果今天我拿不到钱，哼，我就只能给你们赶着再看。
呀，没天理了！你说这个王八蛋真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你整人吓唬我，哪有在债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上门催债的呀？我告诉你，今天你们1分钱都别想拿走！哎，等等，不过是要钱嘛，咱没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是不是？有话好好说，好好说。来，你这是在向我行贿？没有，我们怎么敢呢？现在是法治社会啊，我们都是守法的公民，一切都得按照程序。你不能收我们的房子！我女儿有钱，你现在就给她打电话。行啊，不过你可得快点。这么简单的数据错了3遍，你能不能伤点心？不能干主人。对不起，李总，我马上改。哎呀，你有完没完？对不起，李总，应该是家里有急事。下不为例，快去快回。妈，怎么了？我正上班呢。平安，你怎么刚接电话呢？你快回家来一趟吧，咱们家出大事了！你说那个王八蛋把贷款转到你名下了，现在银行的人上门了，他还把这家房子收走了。什么？收房？妈，你胡说什么呢？那房子许诺都处理妥当了，怎么可能会有问题？你们是不是遇到骗子了？哎呀，我还能骗你不成啊？平时没看到，他们一个个长得膀大腰圆的，你弟弟根本拗不过呀！什么？小陈，准备好，大家还得等你多久？喂！这个死丫头，关键是个掉链子。哎呀，怎么样啊？萍萍怎么说呀？哎呀，还能怎么样啊？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啊，在单位给领导卑躬屈膝也就算了，现在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给家里惹出这么大的事儿了，真是……我们可怎么办呢？你笑什么？笑你们这一家子真都是奇葩呀！啊，嘛玩女婿嘛女儿。你说谁奇葩了？有本事你再来一遍！你这干嘛？小子，这刀不是这么用的。杀人了！都放手！你们不是要钱吗？我给。不是钱，这说好了是我的车，给我开。你是不是傻呀？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车？去查一下车辆信息，别出什么岔了。你们没地方去，关我屁事！我连睡车也不用。拿好东西就赶紧走吧，别再来骚扰我的家人了。我妈心脏不好，经不起你们这么想。哼，听到没有？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啊，这又是收房的，又是打人的，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怎么？现在拿到钱了，不吭声了，装哑巴了？哼，赶紧的，拿着车钥匙赶紧滚出我家，别脏了我家的地！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家的房子以后啊，你们别打主意，要是再敢来呀，老娘我拿条子，我他妈就抽死你们！没听见我妈说什么呀？赶紧滚！慢走不送，以后不许再来了！哥，有问题。米夏，
他妈的一家子人慌了啊！这车根本就没办法过户。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车现在有贷款没还完，抵押权就在我们银行手里，拿这车抵债，怎么着？当我们哥俩傻呀？啊！不是。哎呀，萍萍啊，你还有没有别的存款？赶紧拿出来呀！我哪还有钱啊，妈？我和许诺每个月的工资全都上交给你了，钱呢？啊？就现在物价这么高，你给那点钱早就花完了。我是萍姐，天赐哥要应酬要社交，这都是要花钱的呀。那可是几10万啊，都是我和许诺辛辛苦苦赚来的，你们真的全花完了。哎呀，你现在说这有什么用啊？赶紧想办法弄钱呐，要不然这车都抵押不了，这房子也要被收走了。我还有信用卡，刷卡行吗？我操！你们这一家子人呢，真是刷新了我对穷鬼的认知了啊！这卡他妈的不动钱，连个屁都刷不出来。还有，这显示你名下还有1000多万的贷款，如果再不还，下个月你们就应该收着房子。1000万，我哪来的1000万呐？难道不仅这房子的产权在我们名下，就连买车装修的信用卡也有问题？你说什么？你是说你从许诺要来的，是你借的卡？我就说许诺不是个好东西，他这分明是设了都让我们赚的。女婿，我呸！他就是个白眼狼！不可能，许诺不可能这么对我的。不可能，你眼是瞎了吗？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你还替他说话呢？我和许诺很恩爱的，我们最近只是因为结婚的事情闹得有点不愉快，他不可能对我做这么绝的事。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许诺，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说过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的，你说过的。哭有什么用啊？哭能把房子哭回来吗？这房子我就收了啊！感谢各位的配合。下个月我再来追债的时候，咱们再见啊！啊！哎呀！我不走，这是我的房子，我不走！退！放开我！我要报警，我要去告你们！去告啊，随时欢迎。哎，这不陈家人吗？怎么被赶回来了？听说啊，是女婿把房子收走了。这一家子啊，平时挺横的，没想到也有今天。是不是那许诺早就串通好了？也想看着你妈我去死！哭什么？自己没本事管住男人，你还有脸哭？天赐哥说的对，萍姐，不是我说你，你要是能把许诺管住，至于闹成今天这样吗？妈的，许诺这个没良心的啊！当初追我姐的时候跟条狗似的，现在倒好，他算什么东西啊？他翅膀硬了！你们凭什么都怪我呀？如果不是你们非要那么多彩礼，天天逼他会这么生气吗？妈，你一张口就是88万彩礼啊！还有你，天天找他要钱解决，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哟，你现在倒替他说话了，88万多吗？
隔壁的二丫长得跟个土豆似的，彩礼可要了66万，你比她漂亮100倍，我凭什么不能要这么多钱？再说，这是行情，他许诺既然想娶媳妇儿，他就必须拿出这笔钱。对，男人给彩礼天经地义，他要是个男人，就该为这个家付出。他倒坑完我们就想跑，门儿都没有。他许诺追了你10年，10年呐！刚追你的时候怎么说来着？这辈子非你不娶。现在倒好了，玩够了就想甩了。告诉你，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许诺，你还敢回来？许诺，你给我还我车！许诺，给我下来，把话说清楚。许诺，你什么意思啊？房子都没了，车子也没了，要我怎么办啊？许诺。3天后呢是我的婚礼，你们几个可一定要来。哼，还敢提结婚？你把我们家害成这样，你还想结婚？王秀英，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啊！这房子的使用权是你们一定要的，这车那是他自己拿卡刷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许诺，给我下来！哎，你干啥？你下来！下来！天色。儿子，我的妈呀！我就说，许诺不可能不娶我的，他肯定是想故意惹我生气，给我们制造点困难，好让我们知道他的重要性。他给咱们家害成这样了，房子没了，车也没了，你还想嫁给他？哎呀，儿子，你懂什么呀？那房子的事儿啊，肯定是他一时冲动。过几天的婚礼呀，咱们当着所有亲戚的面，给他来个下马威。到时候啊，让他知道我们陈家不是好欺负的。到时候让他把吃进嘴里的全都给我吐出来。对，到时候让他当着大家面道歉，再让他把房子收回来。你需要赔我2颗牙，再赔我1个迈巴赫，再赔我1套500平的新房。只是我这心里为什么总觉得哪里不对？许诺，希望你到时候真的乖乖认错。把车还给4S店，就说按照违约合同走。好的，少爷，苏英姐已经到了。淘淘，其实你不用每次都这样的。我喜欢。怎么，你不习惯？啊，没有，对了，3天后我们就要举办婚礼了。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他们一家人债台高筑，这辈子恐怕都翻不了身，以后啊，就连仰望我们的资格都不会再有。你为什么
还有让我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啊。你会不会觉得我太冒昧了？怎么了？为了你，我藏了那么多年，从学校到社会，我一直都做陈平的闺蜜，只为了离你更近一点。我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你有交集了，却没想到他自己那么蠢，这么好的男人，他都不懂得珍惜。不会，说实话，这几天我经历的意外实在太多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我在外面奋斗了10年的一家公司，竟然是我爸旗下的产业。叔叔他一直藏得很好。当年我离开家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家商铺的小老板。10年过去了，竟然挣下这么大一片家底，我有时候都不敢想，我不在的这些年，他究竟独自吃了多少苦啊！我知道，我爸他虽然嘴上不说，其实一直在背后看着我。今天董事会宣布我接任总裁的时候，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这10年来，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叔叔他一直在等你回头，你也一直都是他的骄傲。是我看透的太晚，陈平也好，他们全家人也罢。我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但是你和我爸不一样，你们对我的真心，我真真切切能感受得到。既然两家需要这种礼物，你又对我一片真心，我会努力让自己喜欢上你的。至于为什么会邀请他们一家，你报完了仇，可以不在乎，但我还没有出气。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天的新郎啊，是许家新认回来的大少爷，M司新上任的总裁。之前一直很低调，身份成谜呀。那新娘呢？她什么来头啊？谁知道呢？那许家的口风特别紧。我之前一点消息都没打听到。我听说新郎要当众宣布新娘的身份，可能是为了处理某些事儿。啥事儿啊？快看，来了来了！也就那样呗。啊！我的妈！这桌上摆这么老多酒，这能喝得完吗？天赐哥，你小声点儿。哎，兄弟来，我来一杯啊！谢谢。来，我呢？哎，都有。来，喝一个！今天啊，是我姐大喜日子，大家伙敞开了喝啊！我来个。这是谁呀？怎么进来的呀？你等会儿，我是谁？我姐今天新娘了，我是新娘子的亲弟弟。哎呀，原来是徐总的小舅子啊！失敬，恭喜恭喜啊！新娘的弟弟，那以后就是我们许家的亲戚了。来，我敬你一杯。敢问哪位是新娘？一定很漂亮吧？以后咱们可要多亲近亲近。哎呀，就我们家萍萍啊，
天生就是美人胚子，配的许诺呀，那是绰绰有余。许诺这是专门请了这么多人来给我撑场面，看来他是真心想道歉。如果他要是当众认错，我就给他个台阶下。彩礼的事少要点也行，免得我面子上不好看。各位来宾，感谢大家今天赏光。可能有许多人之前不认识我，不过没关系，从今天起，我将代表 M 司经常和大家打交道。同时，今天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我将在今天当众宣布我的新娘。未来，我将会和她一起管理我们的公司。各位，作为 M 司的董事长，我很高兴集团能有这样优秀的年轻血液进入到核心管理层。为了表示祝贺，我特意准备了一份贺礼，集团5%的股份转让协议。这 MC 的5%，这得上百亿了吧？是啊，许家这是下血本了呀！哎呀，你说多少？值多少钱？上百亿！500亿！上百亿！我的，都是我们的钱！100亿！我先给天赐买10套房，再给你买5辆迈巴赫，剩下的钱，存银行生利息，我们就这辈子都花不完了。兄弟，听着没啊？以后我姐将要掌管整个 M 司100亿，以后你们都得看我脸色啊！100亿，我就知道，之前那些都是吓唬我。许诺，你还是你，一如既往，跑不出我的手掌心。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说动大佬们的，但是这份大礼，我陈平收下。你看没看到，许少爷一直盯着这姑娘看，毕竟是新娘无疑了。这姑娘命也太好了吧，不仅能嫁进许家，还有上百亿的股份。谁让人家被许少爷看中了呢？咱们羡慕也没用。哎，萍萍，既然许诺这么有诚意啊，以前的不愉快就算了吧，以后啊就好好跟他过日子吧。是姐，你可是我亲姐，以后你可千万别忘了你这个好弟弟啊！行吧，他既然舍得砸钱，给了这么大的面子，我也给他点台阶下。许诺，恭喜你啊，追了我10年。你今天终于能达成你的愿望了。哦，我还没有宣布我的新娘是谁，你就这么确定我要娶的人是你？还想给我制造惊喜？行啊，我配合你。既然你又拿出上百亿的股份，那我们家条件就算你达成了吧。我陈平说话算话，今天我就嫁给你。什么条件？上百亿的股份才叫算你达成？这脸皮也太厚了！还以为新娘是什么名门闺秀呢，结果就这种货色，她也配嫁进许家？就是，你现在呀，马上就要飞升之途变凤凰了，这以后啊，少不了跟他们打交道，没必要啊，跟他们在这较劲儿。这成了，许诺，赶紧宣布我磨蹭什么呢？大家等着呢。我的未婚妻。为了我，等待了我10年，在这些年里，我为我吃了很多苦，为了我忍受贫穷，忍受落差，她为我做的所有一切，我都记在心里。好，大家都听见了吧？说的就是我姐啊！10年，我姐
辛辛苦苦倒腾10年，这份情谊你100亿都说少了。现在，有请我的新娘上台。我要娶的人，她是孙桃桃。怎么可能是孙桃桃？许诺，你搞错了吧？没搞错，许诺要娶，从始至终都只有我一个。当初是你们全家人哭着闹着要退婚，说他是一个没有用的舔狗，跟他在一起只会拖累你们全家。这装修的钱呢，让天赐刷刚刚的账卡，但你必须及时还。要是装修停了，你跟萍萍的婚事就彻底取消。那就取消吧。我和你们说过，我1分钱都不会再给你。现在他跟我在一起，你们应该高兴才对，至少你们可以去找一个真正听话的冤大头结婚生活。不是的，许诺，我其实……桃桃，谢谢你，这些年只有你在我被所有人欺负、受尽陈家的百般折磨的时候，一直陪着我、关心我，不计较我的出身，更不会奢求我的任何东西。桃桃，以前是我太傻了，只顾着追逐不属于我自己的那时光，却忽视了身边最珍贵的你。往后余生，我只想牵着你的手，弥补你受过的所有委屈。桃桃，你愿意嫁给我吗？恭喜许先生，恭喜孙小姐，真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呀！啊！怎么娶了别人，怎么跟别人结婚了？那我们家的房子、车子，还有那些贷款，该找谁来还？这怎么可能？他肯定是装的。这里所有人都是演员，都是骗子。你还不说点什么？许诺，你别装模作样了，你追了我10年啊！为了我，你费尽心思讨好我的家人，你要娶的人明明是我啊！你别以为你骗了你自己，就能骗了所有人。陈平，你未免也太自我感觉良好了，还在这无理取闹，自导自演，从来都只有你自己。许诺，你别闹了！我闹，先是我瞎了眼。自从我发现你们全家人的贪婪和自私，我就发誓，我都和你们老死不相往来！放屁！我们家这些债务都是你心甘情愿为我们家花的，现在说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似的啊，让我和我姐夫，你许诺是不是个男人？就是，你也配嫌弃我们？我们家萍萍年轻漂亮，比她条件好上1000倍。当初我们家没嫌弃你穷，你不知道感恩。现在你发达了，就想翻脸不认人了，你还是不是个人？陈平，他们说的这些，也是你心里想的。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从头到尾，你和我在一起，只是为了帮陈家还债，满足你们贪婪，对吗？淘淘，我们这么多年的闺蜜了，你为什么要跟她合起伙来骗我？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闺蜜，
你这种贪婪、自私、趋炎附势的，也配做我的闺蜜？别太过分了！我过分，跟你们全家人做的事情比起来，我可太仁慈了。我隐藏自己的心意，假装跟你知无不言，忍受着跟你这种令人作呕的人朝夕相处，就是盼着这一天，盼着他回头，盼着你们全家人的美梦被我亲手捏碎。怎么搞得神神秘秘的？原来不是幻觉，他那天真的来了酒吧，他是来找你的，还是为了别的？许诺，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不行，许诺现在正在气头上，硬碰硬只会让他更偏激。我必须想个法子让他吃醋，这样他才知道我有多重要。妈，我已经决定了，既然许诺心意已决，那我就不再纠缠他了。欣欣，明天我就要去跟你那个超有钱的表哥相亲，希望许诺他不会后悔。萍萍，你疯了！你跟他都那样了，碰过你的身子，怎么能让他走呢？这辈子他必须负责到底。姐，这个姓徐的刚升职加薪，怎么连毛都没拿到呢？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别忘了，咱们银行里欠的贷款没还，如果还不上，咱们一家全完了，蹲进监狱。不会的，许诺心里肯定还有我，他只是还在气头上。只要我顺势给他点危机感，他肯定会屁颠过来求着我和好。既然想通了，那就赶紧滚吧。你说什么？我和淘淘的婚礼不欢迎你这些贪婪自私。喂，许诺，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许诺，许诺，我是你妈！许诺，淘淘，谢谢你送我的这个礼物，让我和过去彻底告别。往后余生，只有你。现在我宣布，我儿子许诺跟孙家长女孙淘淘的婚礼继续。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什么货色，敢在我们总裁的婚礼上作妖，真是活腻了。就是，我们总裁只要随便发句话，就能让你们这种小角色一辈子都出不了头。今天算你们走狗屎运了。总裁，什么东西？你在哪门的总裁？许诺，你爱欠条的，我们陈家跟你没完！许诺，这个该死王八蛋，居然真敢赌气把我们赶出来！这让我们住哪儿啊？我还住桥洞子吗？他死都欠，还有脸哭？不哭！欣欣呐，你之前不是说你家就住在老城区吗？那你看我们这个能不能上门叨扰几天呢？哎呀，那个我这突然家里边有点事儿啊，可能今天不太方便，改天
改天再联系。谢谢。哎，谢谢。西西，你真走！哎，西西，我们，西西。你个不靠谱的东西啊！见咱们家落魄了，把跑得比兔子还快呢！妈，人家欣欣刚跟我好上，哪能那么容易就让咱们去住啊？再说，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跟吃里扒外的东西，还不是因为你眼光差呀？找这么个喂不熟的白眼狼，要不然咱们家至于落魄到住这种鬼地方吗？不是妈，明明是他许诺，这混蛋宁愿把钱花在找演员上，不肯为我们花，不就是个小破组长吗？瞧给他嘚瑟！行了，快走吧。这鬼地方，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想熏死我吗？陈平，妈要在这屋背着位熏出病来了，钱怎么归？怪我？我和许诺的那点存款，还不都是给你们花了？钱呢？啊？钱我现在总共就2000块钱，只能管这个月的吃和住。你们要受不了，下月跟我送老去吧，反正牢里管吃管住。姐，你那个，反正你还有钱，来200，1年期。没出息的东西，都死到临头了，你还想抽烟？打我干什么？我抽烟怎么了？要不是够了！我想办法切脱许诺前同事的关系，看看能不能有去 M4面试的机会。绕上再看吧。你说真的？老公，我第一次来咱爸的书房，穿这身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行，那我先陪爸叙叙旧。好，你等我。坐。儿子啊，这些年爸对不起你啊，让你受了太多委屈。今后爸爸一定好好补偿你。爸，怪你。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您一直在暗中关心我，您从来就不欠我什么东西。爸，好了啊，开心点。好儿子，爸爸很高兴。对了，这些呢是人事部今天刚刚筛选完送过来的简历，明天你代替马总监去负责面试，趁这个机会啊，好好熟悉一下公司业务，也为了以后接手集团打点基础。陈平，陈策。真是公子不在。怎么了？有情况？没事儿，您放心，我保证完成。相信你。那我就先去忙了。我让人去打声招呼。不用。既然碰到了，那就让我好好对付他。哇，这 M4也太大太豪华了，要是在这儿上班，说出去都有面，简直就是精英啊！嗨，精英又怎么样？不还是打工的？
诺那小子还说自己是 M 公司总裁呢，就他，你看像吗？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什么德行？就他能在 M 司技术组或小组长当就不错了，还跟咱们甩脸色显摆，真是莫名其妙的。许诺，他怎么在这儿？许诺，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知道这行政层只有领导 HR 才能上来，你也敢闯进来啊？你们先去会议室等我。是。我呀，当然是来面试的。面试？不是，你知道今天面试的是什么职位吗？技术部主管。你一个小小的技术组组长，也敢来内部竞聘，跟我这么一个职位？我们天赐啊，这么多年在国企可不是白干的。论简历，论技术，他可比你强得多得多。那你们可能失望了，我不是来面试，我是今天的面试官。许诺，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胡说八道？我跟你在一起10年了，你什么底细我还会不知道？小小年纪在外面闯荡，没有家里的帮助，你在事业上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起色。他说的对，如果我没有看穿他们一家的丑恶嘴脸，一意孤行跟家里断绝联系，或许我还是那个被趴着吸血的可怜虫。我知道，你非我不娶，昨天的婚礼也不过是让我心软的手段罢了。但是，你怎么也不该一次次的阻拦我们一点点的变好啊！我阻挠你们变好，你们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少这么做样！你不就是托别人的关系打听到了我们要在这面试，你又不想我成为你的顶头上司，给你穿小鞋？哈哈！等我拿下主管这个位置，我要让你对我姐彻底的狗盘不起！老板，这两个人太嚣张了，居然这样跟你说话！我现在就去喊保安，把他们赶出去，永不录用。不用。天赐，我好紧张啊！听说 M4的面试特别严格，要刷掉一大半的应聘者。我这些年都在干销售，技术方面的事我一点也不懂，这可怎么办啊？姐，你怕什么啊？你不是跟那个许诺的前同事打过招呼吗？他一直看许诺就不顺眼。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通过咱们让这许诺吃瘪，肯定会全力帮助咱们通过面试。等到时候面试通过了，成为了堂堂 M4的正式员工，银行肯定会看在 M4老板的面子上暂缓咱们的债务。到时候你是同事，我是上司，哈哈哈！一个小小的许诺，不是这样怎么摆脱？但愿如此，但愿如此。二位面试者，我们的面试官时间有限，特意免掉了2位的笔试，麻烦跟我来，直接参加最终面试。好，太好了，姐！爷爷都站在我们这边，到时候等咱们成功入职了，一定让许诺这个小子高攀你不起啊！老师，方便问一下，是不是领导觉得我俩简历特别优秀，很欣赏我们，所以才特意免掉笔试啊？这个嘛，2位跟我来就知道了。好。这里就是面试地点，前面啊还有应聘者在面试，下一轮就轮到2位了，麻烦在这里稍等片刻。哎，天赐，你说这面试官什么来头啊？
刚刚那个领我们过来的职员，看他的工牌是高级经理，居然都只配给这个面试者带路啊！那还用说？像 M 斯这种龙头，能决定拍板人事任命的，肯定是精英中的精英，人中之龙凤。哎，姐，说不定是当初你学校的追求者之一呢啊！你当初那可是东城区出了名的美女，说不定人家早就暗恋，特意给咱们免了这个笔试，招不招咱？不要胡说八道。不过我真好奇，这个面试官到底是何方神圣啊？管他什么何方神圣，反正肯定是比许诺那个窝囊废强了1万倍。哎，到时候咱们见了面试官，好好表现，才是这个许诺上位，让他咱们将这些债务全都背过去。下一批进来。怎么这么熟悉？好像在哪听过。面试官好。许诺，怎么是你？许诺，你怎么在这儿？一个技术组的小组长，也敢跑到这里来装模作样？装模作样？那如果我说我就是今天的面试官，不仅你们俩，还有所有72名求职者的求职命运都在你的一念之间，你们信吗？我想让他们过，他们就得过；我不想让他们过，他们连 M 斯的大门都踏不进。你有完没完了？装不够是吧？昨天假扮 M 斯总裁办了一场假婚礼还不够，今天又玩这一出，你把我姐当什么了？拜金女吗？我之前所做的一切，不也是为了我们吗？你竟然这样想我！你自己做错了事，想要取得原谅，就得自己努力，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而不是一直玩这些无聊的把戏。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好样的，姐！我正愁没地方发泄呢，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正好借此机会多要些好处，全靠。好啊，既然你们觉得我在徇私，那咱们今天就好好做一个了断，保证不能。来人！你们想干什么？告诉你们啊，光天化日的，你们别乱来！你们，我可是许诺的未婚妻，你们敢跟我动手，看就跟你们拼了！未婚妻？不是你笑什么？你说可跳的？屁的未婚妻！就凭你们两个也配跟许家沾亲啊？许家，赶紧还钱！贷款逾期了那么久，欠着不还，今天必须给我们个交代！我们哪还有钱还了？我们一家子被许诺搞的，住处也没了，工作也没了，信用卡都刷爆了。现在同事朋友听到我们消息，都绕着道走。我们现在自身都难保了，真的没钱还贷款了。你们让我走吧。没钱？逾期不还就他妈一句没钱就能解决了啊？喂，给我跑啊！走！前方，我真的知道错了，之前我们一家子于心巧，压榨你，不该对你动手动脚，还骂你。这对婚礼的机会，你饶了我们这一次吧。是啊，许诺，就看在我们相处10年的情分和你对我忠贞不渝的爱上，你就先帮我把贷款还上吧，让我们走吧。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不然也不会一次次吸引我的注意。只要你帮我们家度过这一步，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像以前一样？我也配！我们好歹是一家人。过去10年，你那天不是和我一起同床共枕？你没必要做这么绝啊！姐，姐夫，我不知道你托了什么大人物的关系，找来这么多帮手。我求求你高抬贵手，让真正的面试官出来跟我面试吧。只要我们通过了 M4的面试，我们就有了 M4的信用背书，到时候银行那边肯定会再还我们的债务，到时候我们一定会第二阵更好，再给你一次重新回到我们家机会，大姐。许诺，你的这些我都知道，求求你了，帮我们这一次吧，我们还可以回到以前。瞎了你们的狗眼，还敢在这痴心妄想！徐总，这帮人有眼不识泰山，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徐总，陆志南说的都是真的，他真的成为了 M4的总裁，也真的和孙淘淘结了婚。我告诉你，徐总不仅是今天的面试官，更是 M4的现任总裁，更有徐总父亲董事长许建文的亲自背书。现在整个 M4都听徐总安排。徐总裁，这不可能！他明明就是一个技术组的小分组长，怎么可能是 M4总裁？像你们这样贪婪、自私、不知好歹的垃圾 ，M4永远都不会拥有。吩咐下去，从今天起，集团和所有合作公司永远不会录用陈平、陈天赐。我要让他们俩这辈子在这个城市连一份月薪3000的工作都找不到。许诺，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应该为了家里向你无止境的索取，求你原谅我，我发誓我会一辈子爱你，永不变心。我现在就跟他们两个断绝关系，求你，许诺，放弃我。你说你他妈臭不要脸的！你这个时候你抱着徐涛大腿了，前几天你不管了？闭嘴！都是你们害的，若不是你和妈贪得无厌，你再逼我，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境地？许诺，我真的爱你，我离开你我活不下去，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许诺，不要，不要！你这种贪婪、自私、虚伪的爱，不需要。在你们一家子把我当人做，肆意吸取，不把我当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彻底结束了。况且，毛大大真的很爱我，我也想给他一个幸福的生活，做好他丈夫。许诺，好，什么话到法院说去，别在这儿演。走。老婆，老公，马尔代夫的蜜月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后续的面试，我让人事部高级经理来主持，我马上回来。好，我等你回来。老婆，我来了。不可能，许
可能这么对我的？他肯定是有什么苦衷，肯定是孙桃桃他勾引了许诺，我伤了他的孩子，许诺才会对我这么冷血，他才会不要我。孙桃桃这个狐狸精，我一定要让他好看！静安，听我说，闹的是我们马上真就要被送到法院了，再不想办法，我们全他妈完蛋！我要找许诺！找那个女……老实点，再闹对你不客气！放了你们！快来！站住！这水掉了，姐，我现在怎么办？执法队肯定会抓我们的。你怎么了？别吓我！姐，快送妈去医院吧，再拖就晚了。送什么医院？我们现在身上1分钱都没有，外面还有银行和许诺的人在追我们，恐怕刚出去就得被抓了。都是废物！我养你们这么大，我生个病都看不起，我不管，我就要去高岛养老院，这个鬼地方，我就1秒钟都待不下去。怎么哪还有钱去养老院了？要躲在这他妈不错了。是啊，妈，我们现在自身都难保，你能不能别闹了？我的命苦啊！我辛辛苦苦把你们拉扯大，我现在生病，你们就不管我了是不是？忘本的东西，我养你们俩！妈，别闹了，我有办法可以从许诺那把钱要回来，但你得配合我。要是我们被抓，计划就全毁了。真的？怎么说呢？哎，出去！哎，你这干什么？快走啊，走！这就对了嘛！你说这4两银钱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这咱家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的。对呀，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许诺，不要，你这种贪婪、自私、虚伪的爱，我不需要。凭什么说变就变？以前对我110%，如今却宠着孙桃桃，不就是她怀了你的孩子？她能靠孩子绑定你，我也能。等我怀上你的孩子，陈家的债和我要的一切都会回来，必须负责到底。冰冰啊，我看他这次好像是真的动气了，咱们得拿出点办法来呀！你听妈的，怀个孩子，哎呀，到时候啊，他就不得不认下咱们，这个钱也会乖乖的拿出来。妈，至于吗？他就是个舔狗，大不了捅2句呗，他照样会乖乖掏钱，犯不着用孩子绑着他。你个屁呀！我告诉你，
这男人的心他是说变就变。那许诺平时对咱们是言听计从，唯独这次脾气这么大，往那手怎么行呢？对着陈家，必须听妈的。别生气了好不好？我想好了，咱们要个孩子吧。喂，李医生，帮我预约明天的试管婴儿手术，我一早就到。您好，我预约了李医生的试管婴儿手术，这是我的精子储存凭据。好的，陈女士，李医生在诊室等您，我这就带您过去。许诺，欠我的，欠陈家的一切，我会让这个孩子替我一一讨回，你们等着瞧。咱们两家即将展开深度合作，但不少董事各有私心，反对意见很大。岳父搞不定，跟咱爸怎么能比啊？他手里的股份少，搞不了一言堂。光是那帮叔伯就分成了好几派，互相倾轧。这事儿两家推动了好几个月，哪儿轮得到他们胡来？再过2天就是股东大会了，你一定要好好准备，争取说服他们，千万不要留下任何把柄。知道了，不会出问题的。去查一下孙氏集团所有董事的详细资料。好的，徐总。我有个定期的体检，你和淘淘跟我一起过去吧。备车。徐总，徐总，夫人，体检手续已全部办好，我带几位到体检科室。请，好，带路。请。陈平，他怎么在这儿啊？啊，那位患者预约了上午的试管手术，现在刚刚做完。试管婴儿，老公，你这才刚跟他分开多久，他就来做试管？说不定是你之前不经意间留下的，小心被他钻了空子。徐总，夫人，放心吧，我立刻让人调整他的后续药物，保证让他无法顺利怀上，绝不会给你添乱的。我的东西还不是他能抢。你的意思是？走，爸怕是等着急了。姐，你醒了？姐，手术成功了吗？能不能怀上？这太好了，姐！老天爷都站在我们这边，等到时候你在股东大会上宣告怀孕，这个姓许的不认，他妈认了！先别光顾着高兴了，打听清楚了。那给我出手术钱的董事到底什么来头？查清楚了，姐，这人是孙氏集团董事之一，
听说跟这个许诺很不对付。哎，许孙两家嫡系联姻确实是动了太多人的高。这个姓孙的这个时候找上来，就是为了让你怀上许诺的孩子。到时候在股东大会上以私德败坏为由发难，逼着两家老爷子换人，也算是保全自己的利益呢。别这么说，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我们还是要小心点，再多做手这个准备。那许诺呢？马上就要股东大会，他最近有什么动作？能有什么动作呀？安静的很。我估摸着呀，是刚跟孙桃子那贱人完婚，正等着王情网义呢。孙桃桃这个贱人，在我身边潜伏这么多年，我把她当闺蜜，她拿我当好耍了。对，那个孙桃子就是个贱人，专门挑别人的男人捡，对不对？啊，咱不生气，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活该不得好死啊！小点，小点。还有许诺，他也太狠心了，对我们陈家赶尽杀绝，让我们像老鼠一样四处乱窜，一口安稳饭都吃不上。这种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我当面问问许诺，我怀上他的孩子，他到底是选我，还是选孙桃桃那个贱人？姐，我说万一这个许诺为了两个集团，为了钱，压根他妈就不认你们，不要你肚子里这个孩子，我们怎么办？我过不输的，谁也别想好过。他要是敢不认我和孩子，我就把所有事都闹大，让他身败名裂，一无所有。大家请看评论。关于 M 集团的资源分配与市场调研，我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大家可以详细听一听，包括且不限于财务年度整体的一个进化与报告。关于合并的利益分配，这种原则大概就是这些。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聊一聊。哎呀，徐总啊，你这规划呀太周全了。你说这资源整合后哈，咱们今年的分红，哎呦，怕是要翻1倍了。原来呀，还真担心呢被拖累。现在来看呢，咱们大家伙的利益啊都有得到保证，我全力支持合并。好，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那么现在就对合并提案进行表决。等等，真是年轻有为呀！老胡烈松虎秀，徐总年纪轻轻，执政策略看似合理，但是你们都忽略了一个最关键一点：私德。一个对私德有亏的人，根本不配执掌许氏。林董事，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的私德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问题，自己看就知道了。许诺，你当初强迫了我，是否又对我们陈家赶尽杀绝？现在我怀了你的孩子，如果你不娶我，我就报警抓你，让你为当初的事情付出代价。陈平，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到时候别怪我。
私德有亏，不能执掌公司，这是传出去许氏武家大典。那咱们的利益谁来保障啊？啊？哎，要不呀，许陈女士负责，要不主动辞职。我们呢，不接受逃避责任的掌权人。各位，徐总好像默认了，那个对女人用强还不敢认的人，根本就没有权利掌管2大集团。今天他对陈女士始乱终弃，明天他就能够不顾咱们股东的利益，孤注一掷。许诺，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只要你愿意娶我，再给我们陈家足够的补偿，我就可以不再追究你对我用强的事，安心把孩子生下来。徐总，你听听，他居然比我们在座每一位董事都懂事，哪怕你抛妻弃子做出这个事情，他都愿意等你浪子回头。难道你的良心不疼吗？不痛吗？不疼痛吗？董事长，相信他。大家等我一下。你怀孕应该还不到1个月吧？可是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公司里和员工股东同吃同住，只为攻克合并的难关，大家都可以给我作证。你刚才说我用强，我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强迫的你？你做出这种事情还有脸问我？我哪还记得？那个各位股东啊，可听清楚，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这人分明就是什么，就是想替我姐一不顾，这样的负心汉，咱们能信任他吗？能吗？各位，这就是证据，这是前阶段许诺和陈女士的亲密照，这上面清楚写着拍摄的时间，足以证明许诺从来不许诺，他一直在说谎。难道这许总跟这个陈女士真的有私情？哎，你看这照片哈，不像是假的。那要是真的，那私德呀，那确实有亏，咱们得重新考虑合并和掌权的事了。既然他们有证据，那咱们也不能给人落了口实。孙总，麻烦把东西拿出来吧。各位董事，这是陈平近期预约试管婴儿手术的全部资料。她怀孕的时间推算起来和预约手术的时间分毫不差，很明显，她用强怀孕，分明是事先留了我老公的精子，好来借机攀有讹诈。不可能，这是伪造的。许诺，你为了掩盖私德问题啊，你故意伪造证据，你明显是心虚。我这还有他挪用公款、暗中添堵孙氏集团债务的证据。他根本就不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他是一己私欲，他想掌控2大集团啊！难道徐总真的是在挪用公款？一边是试管怀孕贪有总裁，一边是打压遗体，这事儿啊，到底是谁在撒谎？许诺，没想到你小子手里还真有陈平做手术的证据。既然如此，把水搅浑，谁也别想落口。各位，许诺是什么样的人？大家看清楚啊！他是一个私德败坏、2面3刀的小人，必须立刻罢免，否则的话，咱们所有股东的股份早晚就会被他掏空的。徐总，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对，必须给个交代。林董事既然这么喜欢为正义发声，那我今天就给大家看看所谓正义的真相。你在干嘛？当然是帮你吧。只要你们一口咬定孩子是他的，再由我帮你，他不得不认。事成之后，我代表孙氏填上你们陈家的1000万贷款，再给你们姐弟在公司谋个职位。林总，你敢说话算话，我们姐俩都听你的。放心，只要你能扳倒许诺，我掌权之后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林董，证据确凿，还有什么想说的？假的，这都是假的！你是个点村老了，你害我有什么好处？执法者同志，这是林董事挪用公款，给陈平支付试管婴儿费用，给外部势力转账的相关凭证，还有他伪造证据、意图夺权的相关资料，恳请你们依法调查。感谢告明。林嘉诚，请跟我们走一趟吧，回去接受调查。我没有，这都是他们陷害我的。执法者同志，你得为我做主啊！走啊走！这个虚人！哼，果然是大搞的鬼！多亏了徐总和孙小姐，不然的话呀，我们都被他呀蒙在鼓里了。我们坚决支持徐总，严惩林董事。我们坚决支持徐总，严惩林董事。对，支持徐总，严惩林董事。各位，林嘉诚勾结外人，意图夺权，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从今天起，罢免其一切相关冻结资产，供警方调查。另外，关于许孙两家集团的合并提案，现在进行最终表决，同意的请举手。好，全体通过。即日起，许孙两家的合并正式启动，由许诺担任联合总裁，全面负责合并后的各项事宜。有什么证据说这件事儿不是你们两个干的？许诺，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都是林董逼的，都是我妈指使的，我不是刻意要害你的，求求你放我一马吧，我再也不敢了。这孩子是无辜的，不能让他没了爸又没了妈呀！你就这么确定这孩子是我的？当然了，青子是你的，孩子也是你的呀。陈平，事到如今你还这么自以为是，你不会觉得我认为你可能会对我下手，我还什么都不做吗？你什么意思啊？整个东城区哪家医院没有我孙徐两家的股份？你当初留的后手早就被我给调包了。我告诉你，这个孩子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你呢，保重身体。不可能！你骗我！既然事情已经问清楚了，你赶紧跟我们走，回去接受调查。我不走！你撒谎！许诺，你就是在撒谎，孩子就是你的，你就是为了彻底摆脱无辜，才编造这个谎言来骗我。我死也不会离开你的。陈平，事到如今你还在自欺欺人。我许诺伺候你们陈家整整10年，掏心掏肺，真情实意。可你呢，这10年来对我冷暴疏远，若即若离。可当我把婚车彩礼用你的信用卡彻底满足你们陈家人所有愿望以后，你却一反常态，说想要一个孩子。
前几天才因为彩礼婚房闹得不愉快，陈平就鬼鬼祟祟保存了我的戒指。你爸是一心想引着那孩子来要挟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什么都没发现，会继续任由你们摆布吧？我没有，我不是故意的，都是我妈，都是王小英逼我的。她怕你迟早会脱离我们陈家的掌控，她怕你发达了就不要我们了，所以才逼我借着要孩子的名义，偷偷收集了你的精子。你说要孩子是被人胁迫的，那我问你，你做试管婴儿，又是谁逼的你？说呀！既然你还心存侥幸，那我今天就让你死明白。在你做试管那天，我也在医院。我们亲眼看着你从手术室出来，甚至你的主治医生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你早就知道，可你知道为什么还让我怀上你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跟我们有任何关系，他不过就是一个野种罢了。不，我不信！孩子就是你的，你骗我！徐总，您放心，经过初步调查，陈平姐弟等人涉嫌诈骗、寻衅滋事等多项罪名，证据确凿。虽然具体判诈骗还是骗婚有待商榷，不过他们这回应该是要在牢里待10年以上，他们一定不会再来打扰你了。你们和我们云泥之别，不会再有任何交集。放开！孙队在暗处发现一名可疑人员。行，我知道了。徐总，我们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女人，鬼鬼祟祟，形迹可疑，就把她先抓过来，带回来饿死。你们救救我吧！哎呀！大家快来看看呐！执法者暴力，执法官抓好人没天理了！徐总，这个女人疑似和陈平姐弟涉案有关，您看是否需要一并带回执法局进行调查？执法者同志，这个女人叫王秀英，她就是挑拨陈平2人寻衅滋事的罪魁祸首。多谢孙小姐告知，我们一定会彻查此案，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涉案人员，一定给您和徐总交代。大家快来看看呐！执法者暴力执法了！陈家3人多项罪名正式入狱，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林董事及与其勾结的外部势力被彻底查处，所有涉案人员一一落网，我们2家集团的夺权危机也就此彻底解除。老公，我告诉你个秘密，说。想知道可以，但是你得答应我个小小的要求，以后家里的家务都得你做，不许偷懒。行啊，你别说1个了，就是10个、100个，我都答应你。说吧，说不说？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好，
闹了，别闹了。哎呀，你是说我要当爸爸了？哎，你俩听见了没？我要当爸爸了，我要当爹了！哎，慢点！我要当爸爸了，爹！